近日，印度透露将要联合美国陆军在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拉贾斯坦沙漠进行军事演习。这一次，印度驻克什米尔的轻步兵团总部外加一个营，将在演习中对上美国的特遣陆军旅总部，外加特遣战斗队攻击250名士兵。虽然不知道美国人特遣队的人数是不是故意的，但这个数字简直就像是在明晃晃地嘲讽印度。话说回来，这一次印度和美国陆军在巴基斯坦边境搞演习，究竟是因为当初的海上军演没震慑到中国，于是联合美国再来一次？看着是恐吓巴铁，其实却是打算对付中国。这是继上次印度和法国联合空演之后，第二次在巴基斯坦边境进行演习。这也是印度继海军、空军陆续演习之后，终于轮到的陆军演习。从大方向上看，陆军和空军似乎针对的都是巴基斯坦，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虽然说柿子要挑软的捏，但印度在双线选择的时候，自然是巴基斯坦更符合这个情况。不过上次法国的空演主要作用还是手把手的教印度使用阵风战斗机进行作战训练，而印度很早就叫嚣着要用阵风来对战歼20了。虽然说是异想天开，但是其中心思也是昭然若揭。再说这次表面上看是和法国的空演都是在巴基斯坦边境搞事儿，看起来都是在针对巴基斯坦，而且目前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除了使用战斗机进行巡逻外，几乎大多数的时候冲突都是陆军之间的。往里再想想，印度对巴基斯坦从来都不认为是真正的对手，人家心气儿可高着呢，眼睛一直是往拉达克看。而且在拉达克虽然冲突要少一点，但是主要也是陆军在对峙。所以像这一次演习中使用的主要装备坦克、步兵战车、防空和火炮等就都可以用在拉达克。而且这一次还有一个主要装备攻击直升机，比如说从美国采购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印度此前就已经收到了22架阿帕奇和15架奇努克重型直升机，这也都是主要对峙力量。从这一点上来说，印度这次或许就打的是一举双得的打算，震慑巴基斯坦，炫耀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盟友，再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陆军实力，回头拉达克地区再战一番。毕竟如今拉达克的冬天都已经过去了一半了，再有几个月就不会这么寒冷，到时候印度搞不好要再来一波。最后这一次的美国人看似是个工具人，但是其背后的用心却十分险恶，走老路子，到处搞破坏，坚定美国是唯一霸主地位。这从最近美国不是对俄罗斯搞事，就是在中东挑拨，如今又挑拨印度搞事就可以看出来，只能说不是在搞事，就是在去搞事的路上。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上个月，也就是2021年的1月份，美军至少出动总计70架次的大型侦察机在中国的南部海域执行侦察任务。而且，因为70架次这一数据仅仅是来自广播式自动监控系统的商业数据信号统计的数据，所以实际的架次数量要比70次更多。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的统计，这70次任务中，美军派遣的反潜侦察和电子侦察飞机所占比重较大，但更需重视的是那些私营防务承包商的侦察活动。很显然，在中美关系愈发紧张时，美军非但没有减少军事活动，反而侦察的次数那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虽然中国多次发出严重警告，但从目前来看，这些警告被美国人当成耳旁风，这让很多人气愤不已。相信大家看到这种新闻的第一反应时，就是中国空军为什么不上去拦截，绕着那些侦察机做同滚飞行，学俄罗斯的巴伦支手术刀的技术。但仔细想想，这些方法真的能奏效吗？如果近距离的拦截能让美国人的侦察机感到害怕，下次再也不敢来了，那恐怕也就不会有美国霸权主义这一说了。
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空军都能做到对美国侦察机的拦截，而且其实不仅仅是美国侦察机会到处飞来飞去的，俄罗斯的侦察机也会到处飞，甚至中国的侦察机也会这样。所以说，拦截这种行为没问题，但是不能形成实质性的干扰。而盛疑已久的俄空军巴伦支海手术刀事件，如果从细节上看的话，可能并不是俄空军有意为之的，更像是一起事故。而该次事件过后，双方似乎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对方军机不进入自家空域，那就不会有击落行为。同时，这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处理侦察机的方式。所以说，大家必须理解，虽然美军侦察机探查的距离离中国所属的海岸线仅有几十公里，但那依然是在公海上。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俄罗斯空军也只能做到拦截，不敢开火。而且对于美空军的这种行为，不仅是中国反感，同样美国那些热爱和平的人们也反感。美国学者彼得·哈里斯对于美军的这种挑衅行为就发出了忠告，称美军应立即停止这种无谓的行为，要正视中国已经崛起的事实，否则届时必将出现军事冲突，到那时美国将面临灾难。近日，印度媒体把视线聚焦到了印度2021年度的国防预算上，十分忧心。按照2020年印度的经济状况，印度能不能继续自己2020年的两线作战？毕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兵马早已准备好，但是钱没了，印度可就要玩不下去了。从印度的报道中来看，印度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新冠疫情原因导致印度经济全线下滑，但是因为两线作战的原因，印度在2020年的时候大规模采购经济物资，导致印度为国防拨款达到了471亿卢比，也就是人民币大约42亿左右，其中花费在大规模紧急采购物资上就超过了100亿卢比。想象在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拉达克进入冬季，印度开始大批量采购，从弹药到防寒设备，再到各种小型武器，当时多豪气，如今就要多抠门。另外，印度还有不少的资金用在士兵工资和养老金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投入，导致在去年的时候，大型作战装备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迹象。照这个趋势下去，印度双线作战只能成为双线被打。其实在去年之前，军迷们还老说印度还真是有钱，各种装备都是买，花起来不仅大手笔，还毫不手软。结果到了去年年底就垮了，什么租借武器，什么二手装备，让不少人看尽了笑话。如今更是面临2021年无钱可用，士兵工资可能发不出来，部署在拉达克地区的5万士兵后勤无法保障。先说中国经济不用说，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时候，唯一一个保持正增长的就是中国，国防预算这也是一年更比一年高，也就是中国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不然都不需要等到2021年，早在2020年就直接出手解决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印度在2021年的时候，一旦没有足够的资金，中国可能都不需要出手，印度就得自己把自己作死。再说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国内虽然同样有新冠疫情，但是比印度可要好太多了。而且巴基斯坦在2020年的时候，武器交易也是比较频繁的，不管是从中国手里采购的战斗机，还是和中国共同研制的枭龙战机，还要改进推出新款，亦或是即将扩展新客户和土耳其之间的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在2021年的时候，巴基斯坦军事实力绝对会在增加。而且在2020年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虽然没有大规模冲突，但是小摩擦也是从不间断，甚至比之前几年还要更为频繁，这些消耗的可都是钱。所以在2021年之后，印度如果没钱了，那和正在增长的巴基斯坦一开打，绝对是打的印度起码要倒退5年的。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印度补不上这2大缺口，对抗中国且不说，未来巴基斯坦也比不过。